释怀，不能风光就得走下台。别以为不是黑就是白，可是偏偏就有灰色的地带。看我信手拈来，是否一副却是好牌？不用被一再不自在试探，就算不算好，只有自己内心最明白。也许不来，也许根本我不来，让我珍重消化。怎样才叫十分精彩？不必空等待，仿佛开开。那应不应该？有朝一日自然会明白。也许痛快，也许后来。你为什么要赌命？如果真的要赌命，跟我赌！妍飞，妍飞，阿飞，飞你怎么了？怡倩，你好像不太认得这里啊，你没事吧？我们先出去。哎，飞。谢谢你把阿飞带回来。我刚才在赌场弄巧反拙，你怎么还信我？小新说要跟我赌命，你们正好在外面听见吧？赌局开始。慢着，我想另加赌注。什么赌注？赌命。他就是你儿子，现在恐怕只有你可以阻止他们了。阿飞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你别难过，他只是暂时不认得你，过了一阵子他会恢复记忆的。齐芳，阿飞，你认得我是谁啦？是我告诉他怎么叫你的。你的头还痛吗？哦，好多了。对了，可以用你们的电话吧？我想打给叶雪。可以。严太太，王院长，严先生的身体检查结果怎么样了？根据初步检查，我们怀疑严先生经常头痛的原因，是因为他曾经中了某种病毒的后遗症。情况严重吗？头痛还是小事，我们发现他的脑部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。到底什么问题？严先生的脑细胞有退化的迹象，所以我们准备为他做一个彻底的检查。好，那你们尽快进行吧。对了，严太太，在这段时间，暂时不要跟严先生提起他以前的事情。严先生告诉我，每当他提起以前的事情，头就会痛。我怀疑这是他的脑细胞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。明白了，谢谢你，再见。再见。
你认得我吗？我是小新。是谁把你害成这个样子？不用说，一定是罗生峰，除了他不会有别人了。罗生峰，我好像记得有这个人。爸，你好好想想，到底是不是这个王八蛋害你的？为什么你要给你妈妈赌命？爸，如果你没有失去记忆的话，你就会明白妈是讲对我的。学赌术有什么不好？为什么他不肯让我学？你是赌王，他是赌后，学赌术有什么错呢？他总是那么自以为是，以为他说的话就是对的。你说的这一切，都是真的吗？当然不是真的。你在说什么？你爸现在回来了，你竟然没有收敛一点，还当着他面前颠倒是非黑白的。我说的是事实啊！难道你肯否认你没有阻止我学赌术吗？够了！我这里不欢迎你，你跟我走！爸，你听到了没有？妈妈就是这个样子，你叫我怎么说？好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有话好好说啊！好了，你爸现在已经回来了，赌场交出来吧。爸，我这个样子，怎样管理赌场呢？你爸爸只不过是暂时失去记忆，并不代表他没有这个能力。可是赌场是爸爸吩咐我要我爸看管的啊。你还敢撒谎？我没有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再吵了，我什么都不要啊！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啊？让我在欧洲不是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回来呢？爸，严先生他迟早会恢复记忆的，到时候他一定会发现是我陷害他的。不如我们收手吧，我们不要再害严家了。怎么？你现在怕了？当初我叫你杀他，你偏偏又说下不了手。如果当初你杀了他，现在不是没事了？你既然担心他会恢复记忆，不如趁早离开那边吧。你之前不是跟丁伟说你会离开严家吗？爸，当年严太太误杀了妈妈，她已经坐了8年的牢。严先生他现在被我们害得失去记忆，我觉得我们和严家的恩怨应该了结了，你就放过他们吧。你没有搞错，你可不要忘记，骆其芳她可是你的杀母仇人啊。爸，可是她现在丈夫失忆，儿子变坏，她不是得到报应了吗？不，她现在所付的只是一点利息而已。我要她家破人亡，我要她尝到我以前所尝到的痛苦。可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已经够让骆其芳痛苦一辈子了。我只想过平平静静的日子。为了报仇，我失去太多太多东西了。你失去的只不过是丁伟，难道他会比我更重要吗？我除了丁伟，我还失去了自由，我失去了良知。毕竟，严先生他抚养我长大，我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。既然你觉得那么痛苦，好，你就给我一点时间考虑，还值不值得继续报仇下去？爸，是真的吗？没有，等我决定了，我就会带你离开这里。到时候我们父女俩就会如你所愿，过着平静的生活。那就太好了。这次要特地谢谢你救了我啊！谢谢我，小意思，这么客气干嘛？要不是你救我的话，我都不知道会被囚禁多久。那段日子真的是很难过，我现在想起来都会蛮害怕的。我真的没有想到小新他一直都在骗我。
他让我相信一切都是 Daddy 的主意，都是我自己笨，才会相信他讲的话。最近发生的事实在太多了。你在想什么？我想起以前我和美儿来过这个餐厅，那天我们就坐在那儿，还记得她当时跟我说，这里的情调很好，适合求婚。你当时没有向他求婚吗？你们一直都感情很好的，怎么会分手呢？不好意思，难得你破费请我吃饭，我不该苦着脸对你。我现在呢想到一个办法，可以把不开心的事情全部忘掉。你呢就把你的烦恼和不开心的事情当做这杯水，一口气喝完就没事了。好，试一试。怎么样？我说的没错吧？是，有效。虽然我已经递了辞职信，今天是我上班的最后一天，不过有句话，我还是想告诉你。你为了得到这个赌场，你绑架小童，跟你妈妈赌命，你真的需要这么做吗？我只想当个赌王，证明给全世界看我的能力。那么小童呢？你为了利用他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他以后会永远讨厌你、憎恨你的。禁锢他根本就不是我的主意啊！况且只是暂时把他关起来而已。即使你的男朋友不去救他的话，一仗也是会把他放出来的。就算你赢得了全世界，可是你却失去了亲情爱情，这么做真的值得吗？我从小就没有父母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孤苦伶仃的痛苦。你有一个这么疼你、爱你的父母，你却不懂得珍惜。当有一天他们真的舍弃你的时候，恐怕就太迟了。我不需要再听你教训我了。我当初就是因为不会赌而受尽了吃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帮罗神风舔鞋子的痛苦。幸好皇天不负我心人，我好不容易才得到今天这个位置，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个教你赌术的人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心的人，无端端的教你赌术，还教你背叛父母？你不觉得很可疑吗？了解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秘密？总之，你要好好珍惜你的父母。我要说的就只有这么多。还记得我第一次煮螃蟹给你吃的情景吗？那时候我连杀螃蟹都不会，结果呢，螃蟹满地跑。对不起啊，我真的什么都记不起。这钥匙扣是不是月雪给你的？阿飞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在你记忆中是不是只有叶雪？我知道你是我的妻子，我们曾经相处过20年，但是我真的一片空白。我现在心里只有一个人，他就是叶雪。你怎么了？儿子已经变得坏透了。
把我千方百计把你找回来，帮我分担痛苦。可是没想到你回来之后，却带给我更加难以承受的痛苦。你可不可以带我去我们以前去过的地方？我不想见到你的时候，然后你是一片空白的。3年前，我们原本打算在这里庆祝结婚10周年纪念。那时候，我们有点小误会，我还赌气的打算取消它。你就带我来这里，播放了我们以前结婚的画面给我看，感动我，还骗我说为了我关闭赌场1天。结果我发现，你只关闭了15分钟。在这里，我们有很多美好的回忆，有开心的，也有痛苦的。在11年前，你曾经昏迷不醒，我跟小金带你来赌场，一起感动你，唤醒你。妈妈，爸爸，爸爸，你快醒了呀！爸爸，你答应我要带我去放风筝的。爸爸，爸爸，你听到吗？你快醒醒啊，爸爸！爸爸，你快醒醒啊！我们一起去放风筝。要是现在我能用同样方式来唤醒你的记忆就好。可是不同的是，那时我们是3个一条心，现在小姐已经变得有情不忍，暂时跟我们同一条心。你别太难过了，我一定会想办法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劝小新的，好不好？爸，妈，小新，小新，爸爸已经记不起以前的事了，但是我看得出，妈妈是很疼爱你的。小新，如果你还是爱爸爸的话，就不要再错下去。不管你以前做错什么，只要你肯悔改，爸爸妈妈还是会原谅你的。小新，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，你可不可以帮爸爸恢复记忆？啊？小新，就像当年我们一起唤醒爸爸一样，爸爸现在需要我们帮他，好不好？看来你不是很专心的在练赌术。师父，你跟你妈妈的赌局了结了吗？为什么你要教我赌术？你有什么目的？我已经说过了，为什么你还要问？是不是有人想离教门师徒的感情？即使没有人提醒我，我还是想追问清楚。我真的对你非常的失望，你竟然怀疑我对你有企图。如果想害你的话，还不容易吗？你别忘了，你杀死了叶雪的弟弟。你是一个杀人凶手。不过那个时候是你要我杀死他的啊。是吗？怎么我忘了？不过那个时候我没有把你交给警方，反而还教你赌术，甚至把你变成赌王。怎么你现在不来感谢我，甚至还怀疑起我来了？算了，
这件事我也不会跟你计较。不过，你跟你妈妈的赌局还没有分胜负，你也应该知道怎么做了。你还是要我跟妈妈赌？你如果不赌，难道要交出赌场吗？可是爸爸回来了，我不想让他伤心。严心，如果要做赌王的话，就应该六亲不认。反正你爸爸都已经失去记忆了，他对你所做的都完全没有感觉。不，错了，我爸爸还是有感觉。他虽然失去了以前的记忆，不过他也是懂我是他儿子的。有感觉又怎么样？你现在不拿下赌场，难道要等他恢复记忆了之后你才下手吗？为什么你一直逼我接管赌场？你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是不是我接管赌场过后，你就可以利用我当做傀儡？看来你的确很聪明，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你。如果我不照你的话去做呢？那你就等着去坐牢吧。在你杀人的那一刻开始，你就已经走上不归了。现在才想要做孝子，太迟了吧？喂，喂，小童是我。我已经没话跟你说了。小童，严先生，小童呢？小童，小童，小童。谢谢你陪了我一天，我很开心。不应该谢谢你陪我，快上去吧。小童，你让开！小童，你不要走！你干嘛？你是不是想在骗我？我没有骗你，你跟我走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好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们去把话说清楚。你有什么话就快点说吧。小童，我真的很难过，我好难过。你难过什么？你现在已经接任赌场了，应该高兴才对吗？可是，我不想跟妈妈赌，我也不想让爸爸伤心。既然你不想的话，就不要再跟姨妈赌了。你知道她有多难过吗？太迟，一切都太迟。小童，我们一起离开这里，我们离开这珊瑚岛，离开这不开心的地方。不，你不要再妄想了。你害了有康、丁伟，还跟我爸爸一起软禁我，我是不会接受你这种卑鄙的人的。我知道错了，小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给我机会，你给我机会改过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是真心悔改的。太迟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很爱我吗？我以前的确是很喜欢你，但是经过了这么多事，我才知道你是个自私自利、无情无义的人。我以后都不会再喜欢你了。不是，你是爱我的。我不喜欢你了。不，你是喜欢我的。你要干嘛？啊！哎，你要干嘛？走开！走开！你走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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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了！不要！啊！走开了！你走开！啊！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
我的脑部是不是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啊？本来我们只是怀疑你的脑部有退化的迹象，不过现在情况更加严重。我们证实你患了脑癌。院长，那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因为严先生的脑细胞给不知名的病毒侵害，所以他患的脑癌已经很快到了末期。我是不是很快就会死？如果是的话，院长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包括我太太？这本紫罗兰我不带回去。这本紫罗兰本来应该是救活我的，没想到现在还能开花。我去澳洲之前，你拿了一卷录像带给我，告诉我神风会伴别人的声音。你终于全都记得了。已经太迟了，只可惜我已经剩下很短暂的生命。你不会告诉启芳吗？小新已经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不想再让启芳为我操心。你不打算想办法治好你的病吗？一峰，你是启芳的好朋友，现在最值得信赖的人就是你。有件事情我要你帮忙，帮我查个人，他叫做董四海。董四海，他是个千面老千。在我还没有失去记忆前，我已经查到，他到了澳洲城，现在已经化身为我们身边的人。你最怀疑的是谁？黄品九。黄专员。喂，大姐，你快来别墅吧。什么事啊，文心？小童出事了。小童出什么事啊？你回来再说吧。好。文心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相信他真的是禽兽，他居然抢救了小童。小童，千心，他强奸我，他强奸我。你到底有没有人性？你连小童也不肯放过，你简直是禽兽不如啊！我们只是玩玩罢了，只要小童愿意的话，我还是会跟他结婚的。你简直是无可救药了！我现在马上报警，叫你绳之以法。妈，考虑清楚。即使我去警察局录口供的话，我也是会说小童愿意的。你既然已经到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地步，我也不能再姑息你了。上次你说要家做赌命，我就如你所愿。你要跟我赌生死局？我这一次一定要大义灭亲，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。严先生，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吗？我想问你，我在出事之前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严太太说过，
不能逼你回忆起以前的事。没关系，你跟我说吧。那天神风要跟你挑战赌一局的，原本我要跟你一起去，结果你却单独赴约，后来你就出事了。那我是怎么出意外的？我不知道。那就让我告诉你吧，我是给一个人陷害的。这个人，我曾经养育他10多年。你都记起来了？我真的没想到，我养育了他10多年，他却背叛我。你说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不说我猜得到，一定是董事海。你说，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爸爸，我就是董四海的女儿。当年你们害死我妈妈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，为什么又要收养我？你杀了我吧，反正我现在活着比死着还痛苦。在我心里已经死了。走吧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明天严欣和严太太会赌生死局，你一定要阻止他们，不要让他们自相残杀。我早就叫你离开这里了，你就是不听。你看，刚才差一点连命都没有了。可是他刚才并不打算要杀我啊！这是他的苦肉计，他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感动你，让你说出幕后主使人是谁。爸，他们迟早会发现这件事是你做的，你还是提早离开这里吧。明天就是严欣母子的生死局，就算他们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由我搞出来的，也已经太晚了。不会的，他们不会自相残杀的。哦，你错了。我说明天这个赌局应该继续下去才对。爸，你笑什么啊？我好开心，因为明天这个生死局，不管是严飞还是骆奇芳上阵，我都一样开心，因为他们严家3口一定有一个得死。爸，你还是想报仇？你是考虑过要放弃的吗？我怎么可能放弃？我已经策划了那么多年，而明天才是最精彩的。齐芳，阿飞，我已经决定跟小新赌生死局了。你真的要跟儿子赌吗？他是我亲生儿子，我怎么忍心要他的命呢？他现在已经变得无法无天，你知道吗？他竟然强奸了小童。如果还在姑息他的话，我怎么对得起文心，对得起被他伤害过的人呢？看来我恢复记忆比失去记忆更痛苦。媳妇，我已经记起以前的事了。阿飞，你真的记得了？你恢复记忆了？
这段日子，我完全忘记你是我的妻子，再对不起。你回来就好，记得就好了。你知不知道小新已经丧尽天良，我已经无法承受了。我会跟你一起承担的。阿飞，我会跟小新赌生死局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我陪你进去。好，我们待会儿在9楼见，拜。这是10年前住在唐人街的黄云九。听说董四海到了澳洲之后，只结交了一个朋友。他的朋友就是他了。黄云九身边的这个人，应该就是董四海。后来还有消息说，他曾经整过容。根据我们的记录，在同一时间，黄云九也离奇失踪了好一段时间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当他重新出现的时候，已经脱胎换骨了。是的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他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很有气派的人，慢慢的在澳洲赌界打响名堂。然后他也花了8年的时间，爬上了珊瑚岛的赌业专员职位。没错，资料上也说他是3年前才调任到珊瑚岛。我想做一个假设，董事海想逃避各国警方对他的通缉，于是想改变他的身份。他杀了身边的朋友黄云九，然后去整容，变成他的样子，取代他的身份。你的想法和我的推断差不多。看来黄云九就是董四海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了。Joe，你想到当年整容医院去调查是吗？那间医院已经被一场神秘大火烧毁了。那唯一的线索不是断了吗？你放心，虽然我已经离职，但是还是有办法帮你在警方内部找到你要的资料的。好，那拜托你了。严飞他怎么样了？他是不是已经恢复记忆了？是的。他还好吗？还好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如果你不说，我直接去问齐芳好了。叶雪。叶雪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？既然大家都已经到齐了，我相信这场赌局双方都不会放弃的。严先生、严太太，你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吗？小心，
你真的要跟你妈妈赌吗？你不是答应爸爸，要跟爸爸和妈妈开开心心在一起吗？你看着我，是不是真的要赌？是的。小金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最好想清楚了，才回答我，是不是还要赌？是，我还是要赌。好。既然你这么坚决要赌，那就由爸爸来跟你赌。爸爸，你已经恢复记忆了。小新，如果你还有良知的话，就该放弃今天的赌局。你以后还是我的好儿子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还有人想要退缩的吗？爸爸，我已经没有选择了。这场生死局，我非赌不可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你说出来，我可以帮你的。没有，我没有苦衷。就算我愿意放弃，你认为他们会原谅我吗？你说的对，有康、丁十一、小童，他们都是被你所害。一个人做错事情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就算你是我们的儿子，你不能再姑息你了。爸，你听到了吧？今天这场生死局，就是为了解决所有的事，我们是非赌不可了。阿飞，这一场生死局应该由我来赌的。如果你不忍心的话，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是他父亲，他变成这样，我的责任最大，就由我来收拾残局吧。好，我们赌吧。让我提醒你们两位，赌场无父子。这场生死局除了赌这间赌场的拥有权之外，还有一条命。我宣布，赌局正式开始。就是坏，不能风光就得走下台。别以为不是黑就是白，可是偏偏就有灰色的地带。看我信手拈来，是否一副绝世好牌？不用非议在不自在时态，这算不算好？只有自己内心最明白。也许不来，也许根本活不来，让我珍重笑怀。